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一老大。现在时间是东马时区7月7号中午。川普关税7月9号利空环境，比特币现在是3只小猪，多头正在自救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首先，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4小时时间级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特币自从这个上一次这个4月9号的低点74000美金这边已经一路往上走，然后再走一个下降的通道的整理以后，突破了下降通道，现在已经突破了下降通道的上边缘线，那已经形成一个潜在的牛期的状况。那我们这边有一条上升的趋势线，是 Replica 这个牛期的这个趋势线 Replica 过来。对，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比特币正在受这个上升趋势线所压制。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1小时线好了，我们可以画一个一条它的上边缘线。你可以发现它这边会形成一个上升先行的一个价格形态。那上升先行其实是一个看空的价格形态。那一般来说，这个上升先行潜在的会回到这个起涨点，就是98000美金。对，那状况比较好，大概是走一半啦，大概是这个105000美金左右，所以它是有潜在回到这个位置的。不过只要站上去112800美金的话，它就可以解决这个上升先行带来的偏空的这个环境。好，可是这个是从技术线型的观点我们去看它，所以一旦这个比特币站上去113000左右，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突破做多的一个策略的。这边可以加仓，对，这边突破这113000是可以加仓的。然后目前还没站上去，所以都是不能说是一个大多头已经开启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哦，这个交叉点是在7月11号的这个左右，7月11号的9点左右，所以在7月11号9点之前，都会受到这个上升先行的形态影响。那之后的话，它要等待它价格走出新的这个 pattern 出来。那目前就是有川普关税的这个利空因素，它7月9号可能会公布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个关税的制度，那潜在会对金融市场造成一些动荡。有这样子的利空因素，可是比特币现在还在持续的上涨，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庄家主力正在自救，就是有利空消息造成一个往下的回落，或者是这个跌的时候，它为了避免这个利空造成的下跌，会导致这个多头形态被破坏，所以它可能会倾向于往上拉高，就是多一些空间。那也有朋友说，会不会是它是在拉高出货呢？那你要看一下这个量能目前的这个量能看起来不像是拉高出货的动作，比较像是拉高自救的动作。对，另外还有一个，除了它是要拉高自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希望在这个有大利空的这个金融市场有大利空的环境来临之前，这个世界的人讲说，我这个比特币是很强的哦，你到时候有利空来，你第一个要先卖其他的商品，不是卖我比特币。这种倾向，这个他们往上在利空来临之前有做个拉抬的动作，有可能是出货，也有可能是自救，也有可能是要跟大家讲，我现在这个商品是很强的，强势的商品，所以不要轻易帮我卖掉。对，这个就是有这些状况啦。那大家会说，你拉高让大家知道你是强势商品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机构之间他们在做这个投资市场的时候，不会是只有一个商品，它 maybe 它有这个比特币，也有美股，也有台股，或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期货、原油这些东西，它是有这些商品物件的。那资金基本上它投入的资金是这固定的，但是它会因为不一样市场有不一样的这个趋势状况，
会有投入不一样大小的资金。如果这个市场如果状况比较差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钱转移出去；如果另外一个市场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它就会把钱转进去。所以，如果比特币现在是比较强势的话，那它就会选择先卖出其他市场，然后把钱转到比特币的市场。所以，它在利空来临之前，先有一波拉升，就是要跟世界讲，你不要，你这个我们是比较强劲的物件，你不要来卖我们的这个商品。对，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避免到时候利空来临的时候回落太大，导致这个多头结构破坏，有这样子的有这个原因啊，就是好，这边是技术线型，还有一些主力多头庄家的可能心态的。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这个数据方面的话，如果是数据方面的话，一样我们习惯看两个东西，一个是资金分率，一个是多空人数持仓比。那多空人数，我们先讲多空人数持仓比。好，我们在上礼拜四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那时候这个数值已经来到0.45了，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低的水位，甚至就是近期都没有这么低的数字。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出来，就说这个物极必反嘛。如果你已经达到历史上最低点，特别是这个多空人数持仓比这种数据的话，很有可能它已经没办法再下去了，那它只能选择就是上来。那选择上来的话，会带动比特币的一波回调。那最后在7月4号的晚上，7月5号那时候就开始，这个多空人数持仓比就持续的往上，也带动了比特币更新一轮的回调。对，然后最低点是从我们讲那时候是109300，一路跌到这个107200附近。对，那现在比特币是已经渐渐涨回来，那这个资金费率上升以后也继续跌回来。那它会是回到哪一个点呢？它是回到0.667左右，然后之后像一路的资金的这个不是资金费率，多空人数持仓比持续的下降，那状况还不错啦，就是也许多空人数持仓比会有上上下下，但是比特币的价格也是会上上下下，但是它是逐渐往上的，所以这是非常有利的多头的一个讯号。好，这是数据方面，多空人数持仓比目前是中性偏多的，它是一个偏多头的一个讯号。但是这个资金费率的话，现在数值是0.07，那个数值算是偏高啦。近期来说，这个数值算是偏高的，所以这个资金费率是一个中性偏空的讯号，但是多空人数持仓比是中性偏多的讯号。对，这算是目前数据的环境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美股 ETF 对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输血是输了多少？就是输血站，这个输血站对比特币输了多少呢？它持续的都是这净流入，那状况还可以，它还是持续的为这个比特币输血。像市场状况是这样。那整体来说，市场环境有这个短期有这个7月9号的潜在利空发酵的可能。那未来我们会持续为各位追踪市场的变化，一样数据会说话。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